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16日啊！而家喺旅行期間咧，喺台灣咁，但係有啲嘢都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咧，我就收咗本新書嚇，呢個咧就係《泰晤士河畔談歷史與政治經濟》啊，咁已經係出版嘅，喺香港出版嘅。佢理論上1月出版嘅，咁但係而家出版社咧就做緊優惠啊，咁啊，所以咧可以喺出版社度咧係直接訂購，咁啊有興趣嘅可以上好年華出版社裏邊咧係訂購啦，咁有早鳥優惠啦。咁啊，如果唔係啦，書店可能係1月、2月啊，咁就先揾到。咁如果有興趣啊，就可以自己上好年華個網站度咧，咁啊可以睇，或者喺我 Facebook 咧都有連結嘅，喺 Facebook 趙氏讀書生活裏邊咧係有呢個嘅直接訂購連結，亦都我會擺一個訂購連結喺下邊啦，俾大家睇。咁啊，今日咧就想講咩咧？講一個黃仁勳嘅故事喎，因為咧我去台灣就令我諗起黃仁勳啦。黃仁勳咧喺年中嘅時候咧，佢去到台灣咧就話台灣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國家，結果大陸啲媒體咧引咗之後咧，小粉紅就氣炸啦，係咁話要抵制佢。咁但係佢同 D&G 啊，同呢個嘅 Gucci Prada 唔同啊嘛，嗰啲你可以抵制佢唔買佢哋嘅貨啊。咁但係黃仁勳你唔可以唔買佢嘅貨喎，佢係做咩 GPU 噶嘛？你唔買佢嘅貨咧，你會拖累到中國嘅 AI 發展喎。咁當然啦，呢個咧就冇辦法考證到嘅。到底黃仁勳當時所講嘅台灣嘢係一個 very very important country 嚇，呢種佢個意思係咪的而且確佢嘅原意，或者佢背後嘅政治思想係咪政治不正確咧？咁呢個冇辦法考證嘅。咁但係咧，我又想講黃仁勳最近另外一段演講，就喺大陸咧俾人哋上載咗，結果咧氣炸啦，啲人咧嬲到不得了。點解咧？因為咧佢話祝中國人一生都要吃苦啊！我睇啲抖音嗰啲轉載片咧，就話咧佢係數典忘宗啦，忘記中國5000年嘅歷史係如何走來。咁其實佢講咩咧？佢係語帶相關嘅，係一個幽默嚟嘅。黃仁勳咧就話咧，中國人啊有兩個特點，第一咧就係能夠忍耐，第二咧就係吃苦啦。咁啊忍耐同吃苦咧，中國人咧就叫做堅忍同埋毅力喎。咁啊佢話喺現代社會咧，堅忍同毅力係成功嘅好重要元素嚟㗎。其實佢係讚緊中國文化吃苦。咁但係咧佢又講啦，佢話如果啊你係一個中國家庭長大嘅，俾中國嘅父母養大嘅，你嘅人生都好痛苦嘅嚇。因為由細到大咧，我哋好多嘅痛苦都係嚟自屋企嘅喎。你哋嘅無情嘅打壓咧，社會主義嘅鐵拳咧，通常就出到嚟長大成人先有嘅。但係中國咧自細咧個家庭教育咧就係咧，父母就要鬧仔女，要鞭撻仔女，鞭策佢。咁啊，譬如話成日話俾佢知，細事唔讀書，大事會做教書啊，嚇會貶低啲職業啊，你唔去努力就要做清潔阿嬸噶啦，嚇做巴士司機噶啦，佢就會透過呢啲方法咧去即係鞭策自己嘅仔女。然後咧個仔女有夢想話我想做畫家，畫家乞食嘅，做咩畫家？所以黃仁勳咧就話，如果你喺一個中國家庭長大嘅話咧，你就會好痛苦啦。然後最後咧佢在場咧，佢話祝願所有人咧嚇 long life， 你嘅人生啊長久地都要痛苦。其實佢就鼓勵啲人咧係要堅忍努力嘅。但係抖音轉載咗出嚟之後咧，啲人就唔係咁嘅意思啦。啲人就話咧，你就係睇唔起中國人啦，忘記咗自己都係中國人啦，嚇淨係嘲諷中國人係吃苦。咁咧當然咧有一啲嘅文章就總結話，中國人有啲人點睇佢咧？佢就話呢個言論係唔係事實嚟嘅？中國人唔係苦難民族嚟嘅，唔需要討論嘅。第二咧就話已經啲人麻木咗啦，事不關己啦。第三有啲人咧就話中國人已經咧係習慣咗咯喎，習慣咗苦咯喎，幾千年都係苦嘅啊！咁有咩問題啊？冇所謂嘅。第四就忙住搬磚，就扮睇唔到黃仁勳佢講嘅説話。咁啊，佢想啲人反駁佢，但係冇人反駁佢。咁啊，黃仁勳係如何咧？咁啊，呢番説話其實咧，我可以從文化演繹嘅角度咧去解釋黃仁勳呢番説話點解嘅。黃仁勳咧就話中國人特別能夠吃苦咁啊係咪事實嚟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叫恥感教育嘅形成啊。中國咧自古以嚟有士農工商。就係讀書咧就最高嘅，萬般皆下品，就唯有讀書高。咁所以咧，佢就會有啲職業佢被睇唔起喎，就勞動階層會被睇唔起啦。以前古代商人都會被睇唔起嘅。咁但係咧，反正就係即係唔係高級職業，唔係高尚職業，白領佢就睇得起啦，藍領就睇唔起喎。呢個咧就恥感教育啊，就用一個羞恥嘅方法咧，鼓勵啲仔女唔好咁辛苦啦，長大細事唔讀書，大事係做運輸喎。吃得苦中苦就方為人上人。喺明朝嘅時期有一本一本書就叫做《菜根譚》啊，我哋中學咧就被列為呢一個重要嘅參考資料嚟嘅喎，結合咗佛教啊、儒家啊、道家嗰啲精神咧去講，喂，即係要咬得菜根啊！
先能夠咧方得吃苦。菜根咧就苦噶嘛，但係有營養喎，所以你吃得菜根嘅人咧就能夠吃苦，能夠吃苦之人咧就能夠成事咯，就能興富貴咯。咁啊就可以做大事。咁呢個係中國文化自細所教育嘅嘢嚟。咁其實背後個理念係點樣咧？咁喺1957年咧，德國有一個學者叫做魏復古，佢就寫一本書叫《東方專制》。咁呢本書咧唔單止喺亞洲啦，喺美國學界啦，喺歐洲咧都引嚟好大嘅抨擊嘅，包括咧英國嘅學者中國通啦，呢個李約瑟佢都反駁嘅，佢話呢個係充滿偏見嘅。點解咧？因為喺魏復古眼中咧，東方咧就係專制。所以東方嘅人民特別能夠吃苦喎，東方係專制而且係野蠻嘅。咁佢所講嘅東方咧，就係西方以東嘅東方啦，就包括呢個嘅波斯啦，古波斯同呢個嘅希臘城邦嘅戰爭，咁波斯稱之為東方。後來嘅阿拉伯啦，再早嘅呢個兩河流域嘅巴比倫啦、埃及啦，當然仲有中國啦。咁呢個東方咧就係好廣闊嘅，咁咧就係普遍咧出現一個專制制度。古埃及係專制噶嘛，就用奴隸嚟起金字塔噶嘛，喺佢哋嘅眼中係咁樣嘅。巴比倫又係噶嘛，咁起咗好多好偉大嘅建築噶嘛，空中花園啊、巴別塔啊，咁全部都係咧用專制嘅制度咧逼嚟起。中國係有長城喎，呢啲就係用專制嘅方法咧做偉大嘅工程啊嘛，有兵馬俑，有長城，仲有咧歷朝歷代一啲大運河啊等等，呢啲都係東方專制嘅結果嚟嘅。呢個就喺魏復古嘅眼中。其實喺西方人咧好早就已經咧要用東方專制去形容咧中國人能夠吃苦嘅精神，或者東方人能夠吃苦嘅精神。譬如話啟蒙運動家孟德斯鳩咧，佢就有一本書就叫《論法的精神》，就係講呢個東方專制喎。東方專制咧，佢認為咧有幾點咧就係好特別去值得同大家講。但係第一就係東方人咧，哇！疆土遼闊，好似中國咁啊，好似埃及咁啊，易於專制喎。疆土遼闊，越遼闊咧就越專制，因為你遼闊咧，你好難管啲人，你好難管啲人咧，你就要用一個咧更加專制嘅方法，令到啲人咧係穩定留咗喺個社會度。譬如話中國人就用農業制度啦，用戶籍制度啦，就唔鼓勵啲人周圍係移民，周圍走嚟走去喎，就要咧留咗喺個土地度啊。然後咧你就可以用一個專制嘅方法去收稅啦，去令到社會維持穩定啦。第二啦，就係咧，佢哋嘅國土咧都係外界斷絕嘅，好似中國咁啊。即係如果你行呢個嘅西方，你就要咧去到呢個所謂絲綢之路啦，好艱險之地啦，咁行過沙漠啦，咁你就好難咧同西方國家直接有接觸嘅。譬如話阿拉伯帝國啊、波斯帝國啊，都係間接接觸嘅啫，你就難以同中土嘅國家有直接接觸。東方就係海洋嚟嘅，所以你與世隔絕咧，你越隔絕咧，你越專制。你呢個專制咧較少俾外邊啲人能夠挑戰到嚟咁即使有都係北方嘅游牧民族啦。第三個就係咧土地肥沃啊，啲土地越肥沃，人民咧就要求安求穩啦，唔係好似咧歐洲咁，歐洲人就以做生意為主噶嘛，佢哋嘅土地咧冇印度啊冇中國咁肥沃噶嘛，中國咧農業社會喎，啲人就求穩定啦容易受專制嘅。呢個係即係100幾200年前嘅解釋啦。但係咧再仔細啲嘅解釋，農業社會啲人咧係特別容易穩定嘅。越穩定嘅人咧，越能夠吃苦嘅，因為農業社會你耕田啊嘛，你就遇到好多天災啊，蝗災啦、風災啦、雨災、水災係咪啊？旱災，你無數嘅災難，你面對住災難嘅時期咧，你就只能夠抱怨嘅啫喎，怨天尤人嘅啫喎。但係咧，你都要捱過呢個苦，因為災難咧嗰啲蝗災、天災1年半載，咁可能咧捱過1年之後就會豐收嘅咯喎。所以咧，長期養成咗中國文化咧嗰種吃苦嘅精神，呢個咧同西方文化係有典型嘅不同嘅，因為歐洲文化咧，佢哋就以做生意為上個農業社會雖然咧都有，咁但係咧佢哋好早咧就係希臘城邦嘅時期、威尼斯嘅時期，都係一個較強嘅流動型社會。咁所以佢哋個教育文化咧就唔係好講求吃苦嘅喎尤其是去到現代啦，資本主義嘅發展、商業社會，佢哋咧就慢慢強調商業社會最緊要咩？有信心。你要喺人哋面前 presentation， 你就要有信心。你要講成個交易就有信心。信心係點嚟啊？就係由細到大透過鼓勵而教育咧造成嘅。所以西方文化咧就用鼓勵啦，中國文化咧就打仔啦。棒下出孝子喎，慈母多敗兒，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百年方成鋼喎。中國文化咧就有呢種好似黃仁勳所講咁，慢慢形成咗咧。黃仁勳所講吃苦其實咧就係等於堅毅。
有毅力啦，堅忍啦，容易即係去克服到挑戰，咁啊變相 AQ 就高啲。其實黃仁勳想讚咧，中國人 AQ 高啊，即係你見到歷代餓死人都唔造反喎，大躍進都唔造反嘅，文化大革命都唔造反嘅。中國人遇到好多挑戰好困難咧，都可以唔造反就唔造反，可以不反抗就不反抗啊！呢種咧我叫做超穩定結構咁歷朝歷代真係。餓死人餓死數十年咧，啲人先開始造反喎。黃巾之亂啊，黃巢之亂啊，係幾十年喎。明朝晚年嘅呢個嘅流民啊，幾十年喎。所以大躍進3年，餓死幾千萬人都冇造反，因為佢唔係持續數十年，幾代人都餓死啊嘛。所以盡量可以咧就穩定就穩定啊。呢個係中國人嘅性格。咁如果用現代社會嘅角度咧去睇呢個嘅中國文化咧，佢就係。慢慢好似黃仁勳所講，佢雖然有堅忍堅毅，但係咧就冇咗一種 happiness 同 joyness 冇快樂嘅喎。咁你個教育自細就唔係一個以快樂為主嘅，唔係以一個自信心為主嘅。長大成人咧嘅中國人咧都係憂愁嘅，都係好大壓力嘅，要供養父母要養育子女，有好多責任感嘅。咁喺現代上社會咧，近呢幾百年資本主義嘅崛起咧，咁咧佢就變成一個劣勢。冇咗個優勢，因為優勢頭先所講啦，就係喂資本主義就要挑戰啦，要積極啦，要勇於嘗試、大膽創新啦，要敢於喺人哋面前發言啦，要捍衛自己中產階級嘅權益，捍衛自己嘅天賦人權，捍衛你嘅私有財產權。呢個就係西方資本主義崛起嘅秘密嚟噶嘛。咁所以咧，西方資本主義其實咧就配合咗佢嗰種自信心教育，由細到大咧就會鼓勵啦，由細到大就會去積極啦，同佢一齊祈禱接受寬恕啦，就唔會動不動咧就話生嚿叉燒好過生佢啦，唔會動不動咧就話你真係衰仔如何如何。咁西方文化就形成咗呢樣嘢，佢喺過去幾百年嘅資本主義發展咧就有利嘅。中國文化咧就唔係喎，就係百忍成鋼。用一種好刻苦、好艱難嘅方法，咁慢慢形成長大咧，佢哋都係習慣聽命啦、服從啦。所以去到明清時期，西方係行咗資本主義創新啦，有科學嘅革命、工業嘅革命，有呢個知識嘅革命、文藝嘅復興、啟蒙運動。中國文化咧仍然都係一種叫做有增長而冇進步嘅內卷化 （involution）。咁所以中國文化 involution 咧呢樣嘢咧，其實可以從文化角度去解釋經濟嘅喎。咁當然現代社會咧。西方咧亦都出現嘅問題啦，過分嘅自信心啦，過分嘅鼓勵教育啦，變成啲人又冇乜要求啦，無欲無求啦，或者咧嗰個即係好隨意啦，做事率性而為啦，或者係質素唔講究啦，要求好低啦，食嘢嘅質素又唔講究，做工嘅質素又唔講究啦，呢個亦都出現咗個問題，就叫過猶不及啊！中國文化相反啦，就係堅忍堅毅喺現代社會當然都重要啦，咁但係咧對於個創新咧。好似黃仁勳咁 GPU 科技嘅發展西方始終都係遙遙領先喎。中國可以後來追上，佢模仿能力好強，好似當年嘅日本人咁模仿能力好強，但係自主研發嘅能力咧就相對較薄弱啦。其實日本人都係受儒家文化影響噶嘛，都係一種菜根譚式嘅文化影響噶嘛，所以佢哋嘅科技短跑可以係。即係並駕齊驅，甚至乎有超過歐美之勢當年日本一樣嘅。咁但係長跑咧，始終佢係冇呢個嘅自主研發能力喎。自主研發能力就係頭先所講啦，要由細到大鼓勵啲細路仔有獨立嘅思想、自由嘅精神，敢於打破舊有嘅框架，敢於挑戰權威。所以黃仁勳先可以成為黃仁勳 ，Steve Jobs 先成為 Steve Jobs 啊嘛。咁中國都犀利嘅，有啲無人機而家DJI有好多呢啲新嘅科技應用掃地機械人有好多好普及嘅應用，智能家居。但係其實呢啲都係人哋有嘅嘢嚟喎，中國只係用咗佢嘅優勢，用廉價嘅勞動成本製造出人哋嘅高科技，人哋就要買幾千蚊美元嘅嘢，中國咧就幾百蚊人民幣就買到啦。咁呢個係佢哋嘅優勢，但係你話要長跑咧，其實黃仁勳所講引出嚟嘅反思係啱嘅，係咪要喺教育裏邊有啲多啲 joyful 嘅嘢咧？係咪要有啲happiness 嘅嘢咧？咁呢個就要諗喎，即係，但係當然我真係覺得永遠都係過猶不及，就係如何將中西嘅優點結合。將中西嘅缺點去摒除咧，呢個先係關鍵。咁但係從黃仁勳呢樣嘢就提起東方專制。東方專制呢個理論提出嚟咧，好多學者都不以為意，認為咁樣係偏見嘅。尤其是一啲嘅左派學者咧 ，Edmund Said 嘅叫做 Orientalism，認為呢
呢啲係叫做東方主義啊，就貶低東方人，抬高西方人。可能我認同有一啲係，咁但係孟德斯鳩嘅論述咧都有啲道理喎。東方咧就係強調專制，越專制啲人就越能夠吃苦，或者調翻轉越能夠吃苦嘅政府越專制喎。呢個魏復古嘅解釋就係因為東方要河流。河流咧就要團結先能夠去治到水啊，大禹治水啊，印度嘅恒河啊，呢個尼羅河啊，米索不達米亞嘅兩河流域啊都要治水，治水咧就要專制啦，要用鞭咧去打啲人咧去起啲堤壩或者起金字塔，但係呢樣嘢喺現代又俾人挑戰，因為金字塔嘅考古咧發現到其實好多工人咧都未必係奴隸嚟㗎，同以前想象中唔同，佢哋嘅待遇好似幾好咁喎。咁但係呢個就唔係今日個課題啦，今日淨係喺台灣睇到黃仁勳呢個新聞咧，同大家分享中西東方西方嘅教育嘅差異，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多謝大家，今日講到呢度，拜拜。